观之道为师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血管作为人体营养输送的重要管道，遍布全身各处，一旦出现病变，会诱发各种疾病，严重时甚至会致命。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机器，血液就相当于燃油，而血管就是输送管道。在心脏这个发电机一切正常的前提下，只有管道通畅顺滑，能量才会源源不断的供给，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。试想哪一天血管出现了堵塞或者伸展不灵活，那么血液里的营养物质就不能顺畅到位，有害物质也不能快速排泄，久而久之人就病了。今天小关就来和大家聊聊，对于养护我们体内的输油管道应该注意些什么，才能让它们不再生锈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，谢谢大家。血管在人体里交织成一个庞大的网络，有粗有细，分工明确，我们将之称为循环系统。健康的血管有韧、滑、顺三大特点。韧意味着弹性好，柔韧性好，就像橡皮筋一样，拉长之后也能够迅速复原。高血压和高血脂能够对血管弹性产生重要影响，因此有效监测血压和血脂，并调理其处于正常状态，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血管的韧性。滑旨在说明血管内壁光滑，血液流动时一马平川，没有丝毫的阻滞。而像冠心病患者，其血管内壁上多积聚一些细小的斑块，这些斑块就像大马路上那些凸起的小石块，每当车辆或人经过时，总会引起颠簸。而顺强调的是血管的通畅，只要血管韧且滑，那么顺也就顺其自然了。血管顺畅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只有顺畅了，血管才能够加快新陈代谢，保持足够的运输活力。血管健康，健康才有保证；血管健康，长寿才有可能。健康的血管系统工作能力、应变能力都很强大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以及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、吸烟等危险因素的不断刺激，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比如血管的弹性下降、变脆，血管内壁粘附各种斑块而变得越来越崎岖等。不要小看血管的这些变化，其实它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导火索，也可能让原有的疾病雪上加霜。我们人体血管内一旦出现了斑块，就相当于在人体安装了不定时炸弹，会让身体时刻处于危险之中。最近40岁刚出头的左女士就不幸中了招，因为中了招到医院就诊，结果查出颈动脉有粥样硬化斑块。更让她纳闷的是，自己平时饮食正常，热爱运动，每年体检血脂都很正常，为什么血管还会长斑？对此，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朱波表示，血脂是否正常检验数值只是参考，且血管斑块的形成与多种因素相关，具体情况因人而异。这里小关要纠正大家对血管斑块的3大误区。一、斑块不是老年人专利，每个人都会有。水管用久了会沉积许多污垢，甚至出现堵塞，血管也是一样。朱波介绍说，血液在血管里不停地流动，将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输送到各个器官，同时也夹杂着人体不需要的东西。最主要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这种胆固醇会透过血管内膜沉积到内膜下面。人体内有专跟外来敌人做斗争的巨噬细胞，它判断内皮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是人体需要的，就要把它清除出去，双方发生斗争，两败俱伤，形成了很多残渣，结果越积越多，最终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斑块。许多人还以为血管斑块是老年人的专利，只有上了年纪才会出现，其实不然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出生就存在于体内，可以说从儿童时期开始，血管硬化已经开始，不过由于进展缓慢，不容易被察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浓度越高，沉积的就越多。虽然是年轻人，如果低密度脂蛋白含量特别高，发生动脉硬化的可能性也很大。2. 血脂正常也不代表与斑块绝缘，在不少人看来，血脂高了易长斑块，只要血脂正常就可以高枕无忧，是这样吗？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先要搞清楚血脂的成分。血脂分为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，而总胆固醇主要由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组成。引起斑块的罪魁祸首只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甘油三酯主要通过饮食摄取，而胆固醇大多靠体内合成，只有极少数来源于饮食。
这就是为何有些人很瘦，天天吃素，甘油三酯不高，但胆固醇可能偏高。因此，朱波强调说，目前血脂检验中，血脂的正常范围只是根据流行病学的研究而确定的一个参考数值，是否正常还需要因人而异。男性年龄超过55岁，女性年龄超过65岁，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、吸烟、酗酒、压力大，这些都是血管斑块产生的危险因素。3. 想要清除斑块，不可轻信保健品。现在市面上有许多保健品宣称能软化血管、清除斑块，其实这只是商家销售的噱头，不可轻信。光靠服用保健品还达不到清洁血管的作用。如鱼油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，它有轻度的降脂作用，但跟现在用的他汀类药物相比，降脂作用可以忽略不计。朱波坦言，血管斑块非常顽固，而且又长在血管内皮下，一旦形成难以清除，关键在于预防，通过合理饮食、服用降脂类药物，降低血脂浓度，以减缓斑块形成的速度。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血管不生锈呢？就像汽车要经常去 4S 店做保养一样，血管需定期检查。专家建议可以从生活方式和药物治疗两方面入手，落实预防动周的5个处方，也就是药物处方、心理处方。这里面包含睡眠管理、运动处方、营养处方、戒烟限酒处方。首先是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少吃高油、高盐、高糖3高食品，多吃清理血管垃圾的食品，如山楂、燕麦、黑木耳、洋葱等食品。这些食品能够疏通血管，让血管壁保持弹性。同时，醋也是软化血管、降低血脂的食品，在日常饮食中也要适当摄入。我们日常应以蔬菜、水果、鱼类、五谷杂粮、橄榄油为主的饮食风格，适量吃鱼虾，极少吃高脂肪食物，能够减少患心脏病的风险。新鲜水果和蔬菜里的抗氧化成分可帮助提高大脑中的蛋白质，保护细胞不受破坏。坚果和橄榄油等植物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。其次是少做多动，会让毛细血管开放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血管阻塞概率。此外，早睡早起，保持情绪稳定，可让血管休息好，远离烟草，可让血管很少受伤。专家提醒，很多人血液粘稠是因为喝水少、出汗多、血液浓缩所致。如果到了夏天，这种情况还会更明显，但只要补充水分，血液很快就会变稀。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新版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》里，把成年人日均建议饮水量从1200毫升，相当于6杯水，上调到1500到1700毫升，相当于7到8杯水。这对于预防血稠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另外，饮水还需要注意时间，清晨起床、3餐前1小时、晚间就寝前都应该注意补充水分，而且要喝就喝白开水，果汁、碳酸饮料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。除了早晚喝水，很多人半夜起床比较多，半夜起来就喝上一口温水也是有好处的。心肌梗死多发生于午夜2点左右，这个时间补水也很重要的，最好别喝凉的，容易驱散睡意。而且近几年来，临床研究已证实，调制药物，特别是他汀类药物，能抑制肝脏内胆固醇的合成，不仅能调节血脂水平，还可使原有粥样斑块缩小。另一类是抗氧化剂，常用的有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银杏抑制剂等，它们能降低血管壁内氧自由基的形成，从而保护内皮功能。最后，我们每天运动12分钟，能让你的血管不生锈。美国政府资助的一项研究也显示，周围血管疾病患者只要坚持每天在跑步机上走6分钟，就能改善他们的耐力和生活质量。对于周围血管疾病的锻炼方法，有关专家推荐了一套血管锻炼操。动作1：仰卧在床上，双腿伸直放平，缓慢向上抬高45度，坚持2分钟。腹肌力量差的也可单腿交换抬高，坚持2分钟，有利于帮助血液从四肢回流到心脏。动作2：端坐床沿或椅子上，双小腿下垂2分钟，这有助于心脏向下肢供血。动作3：在仰卧于床上，双腿伸直放平，双足勾脚、绷脚、向内向外等连续运动2分钟，这样有利于下肢肌肉运动，以增强心脏与下肢血管的循环功能。以上每个动作各做2分钟，3个为1套，每次做2套，每天做1到2次。起坐时动作要缓慢，适度运动锻炼还可以按照个人兴趣进行，散步、游泳、慢跑、打拳、练操都是不错的选择。
确保每周锻炼4次以上，每次至少半小时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您对预防血管老化也有着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。喜欢小关别忘了点击订阅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